到去年的 news， 我是 Cindy 吕。总统蔡英文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提出兵役要从4个月变成1年，这样决定引发了轩然大波。因为70年来兵役都是只有缩短1期，一去不回头，但这次竟然恢复了。究竟台湾目前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？面对危机，我们有办法抵抗吗？是谁决定要把兵役缩短成4个月？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，在延长兵役背后你不知道的3件事。在去年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，今日乌克兰，明日台湾的呼声甚嚣尘上。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中共到底会不会打台湾？这个状况尤其在裴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加剧。光是国防部针对2022年的共机扰台架次统计，就是前年的2倍。而根据美国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的民意普查，包括海外、华府、台北还有北京的精英，对于两岸议题的想法，至少有70%以上的人认为两岸终有一战。接着我们再看到台湾。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和台湾国际研究学会做出的民调显示，一旦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，有70%的受访者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。如果就前面提到的台湾处境，加上这个数据来看，台湾的危机呼之欲出。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不能，但真的不能吗？数据会说话。我们从资源层面来看两岸的军力比较，知名军事网站全球火力公布的2022年世界军力排名，台湾在全球140个国家里面排在第21名。不过仔细来看，世界军力排名它除了传统的军队人数、火炮数、舰艇数、战机数这些传统武力之外，也纳入了自然资源、后勤能力、金融能力这些，所以部分的小国排名才会比较靠前。那我们刚刚说嘛，台湾在21位，那中国大陆呢？他们排在第3位。那第1和第2位分别是美国和俄罗斯。第21名的台湾和第3名的中国大陆，这实力可能不只是一点的悬殊哦。我们用财力和人力来分析一下吧。光是在财力的部分，我们用国防部年度预算来看，台湾在财政年度2020年，国防部的年度预算大约是3512亿元。反观对岸，他们的国防年度预算折合台币是6兆3000多亿元。人力的部分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兵力总数相差超过了10倍。台湾目前现役部队人员是16万人，其中陆海空军分别是8万、4万和3万人，而中国大陆目前超过200万人在现役部队里面，陆海空军分别是96万、26万和39万。甚至有将近50万的其他兵种。那以台湾现在是2300万人口来看，如果我们要追上他们的兵力哦，等于我们平均10个人就要有1个人在当兵。另外，中国大陆的坦克车是我们的10倍，战斗机是我们的6倍，潜艇、军舰、大炮、其他军备数量，中国大陆都是台湾的4倍以上。所以从财力和人力上可以得知，我们真的算是小虾米对上大金鱼。讲到这边，一定会有人问，那我们还有美国啊，美国爸爸会帮助我们的。不过根据台北市议员徐巧芯的说法，现在只要去美国在台协会，也就是 AIT， 他们一定会问台湾年轻人的一句话，就是你们愿不愿意去当兵？因为对美国而言，我们没有提升自己的作战能力，就好像是要完全依赖美国来抵抗中共。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博士也指出，国军防卫的作战构想应该要立基于不期望外军支援，还有不期望和外军联合作战2大前提。如果以上针对美国立场的分析是真的，在看到乌克兰的先例只获得部分军援而没有兵源，这样若是两岸终有一战，大家觉得美国会帮忙吗？所以不管是从以上哪个角度来看，台湾确实有危机，更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最近大家才会开始喊自己的国家要自己救，只能靠自己。不过既然中共对于收复台湾一直没有改变心意，那为什么当初我们的兵役会缩短到只有4个月呢？历任总统到底是哪一位缩短成4个月的啊？是李登辉、陈水扁、马英九还是现在的蔡英文？来留言猜猜看是哪一任总统决定的呢？我们等一下公布答案。
那兵役究竟当初为什么会缩短？如果要解释的话，我可能要解释上3天3夜。但了解了兵役的严格史，大家应该就可以稍微体会不同背景下对于当代当兵的看法。所以，我们先来分清楚，台湾目前是实行征募并行，其中征兵制和募兵制的征兵制，它的意思是要强制履行义务，我们叫做义务役，也就是男生常讲的抽签前记得要拜拜。那募兵制呢，则是个人自愿从军，我们叫做志愿役，就是男生常常讲的要签下去。不过不管是哪一种兵哦，在我们的印象当中，当兵就是男孩登短廊的过程，每一个进去出来都变得非常有纪律、有意志力、有肩膀，好像改头换面一样。这样讲好像怎么感觉他们做了什么事情？接着时间让我们一起回溯到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蒋中正呢，因为心怀反攻大陆的壮志，所以就实施了征兵制，让每个人都直接灌档，家家户户都来当兵。那当时一般陆军是当2年，海空军陆战队则是当3年。因为是征兵的关系啊，军队人数有超过60万人。那个时候的军队形象啊，是非常的坚韧不拔、雄壮威武的，甚至还有成药广告拿当兵来当做题材。妈，我赢了！赢了！你好不？我好用你寄来的。这广告播了好多年哦，播到大家都想问阿荣退伍了没啊？一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冷战结束的时候，台湾对于反攻大陆的情怀减弱了，于是就变成固守台澎金马地区的守势防卫作战。而时任总统李登辉更是提出了金石案，想让国军更精英、更扎实，于是他就开出了第一枪，先把60万的国军裁减到38万人。那军队缩编，总员额变少，一男入伍就塞车了嘛。再加上这个时候台海危机也趋缓，所以社会上就吹起了一股要改成募兵制的风向，觉得说大家其实不一定都要当兵。再到了千禧年，前总统陈水扁则是首度把2年的役期缩短到1年10个月。再从2004年开始，每年都缩短2个月的义务役役期，直到2008年的时候就只剩下1年了。那1年和4个月还是有差别，所以讲到这里，一定很多人好奇，那我们说的4个月义务役究竟是谁拍板定案的呢？乍看之下好像是这几年才缩短成4个月的吧，但其实啊，早在2008年时任总统马英九上任的时候，他就下令要在2013年的时候全面改成募兵制。如果你以为当兵都像是《捍卫战士》里面的 Tom Cruise， 那募兵当然是轻轻松松。毕竟当初美国可就是透过《捍卫战士》的第1集募到不少新血。后来续集上映的时候，军方甚至还到电影院设置募兵站，可以说是美国募兵空前绝后的盛况。但我们不是。马英九下令要改成募兵制之后，其实国军的招募人数是不如预期的，加上当时发生了洪仲丘的案子，也就是一位义务役士官在退伍前2天疑似遭到霸凌虐待而死。这件事情不仅让大家质疑义务役的制度，更降低自愿当兵的想法，所以募兵制一直到2018年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才正式实施，而原本1年的义务役就改成服4个月的常备兵役军事训练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原本的征兵制执行到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募兵制进来，因为国际局势、财政支出还有舆论的考量，政府就觉得可以改用募兵制的方式，找到更多为国而战的兵力，要重质不重量。所以就逐步的把原本义务役的役期缩短，直到现在才又把义务役变成1年。首先是瑞士，号称永久中立国不打仗的瑞士，竟然有多达50万人的民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瑞士实施的是全民皆兵的义务役民兵制，而且退伍之后可以把枪带回家，所以瑞士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枪支。虽然说他们的职业军人只有3000多名，但是能随时被征召的民兵有高达50万人左右。所以联邦政府就曾经说过，瑞士没有军队，因为瑞士本身就是一支军队。这种全民皆兵的观念啊，正是瑞士保卫家园最强的军事后盾。另一个国家则是以色列，以色列国防军被称为是全中东国家最强悍的军队。如果用3个字来形容他们，就是好爱当兵。
不对，是4个字。以色列1948年建国开始啊，他们几乎每10年就遭遇一次大战，也因此至少有65%以上的以色列人都曾经在真枪实弹的沙场磨练过。对于他们而言，当兵是一种荣誉，是一张成为大人的入场券。而以色列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妇女必须要服义务役的国家。除了已婚怀孕、有犯罪记录，或者是你所信仰的宗教禁止你当兵之外，女生年满18岁都要当2年的兵。另外啊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枪非常的重要哦。军中长官甚至会告诫新兵，枪比另外一半更重要。他们连休假下岗都还是要24小时保管枪支，所以也可以看到这些军人带着枪逛大街，甚至带着枪到海边游泳的奇景。但也有国家是1天兵都不用当的，那就是日本。在2战之后，日本宪法就明文规定不能有军队，基本上就是不用当兵。所以现在的日本军队叫做自卫队。自卫队与其说像是一支军队，更像是一个官僚机构，因为1周只要上5天班，每天早8晚5，加上周休2日。不过薪水却比一般企业多了30%。但即使透过优渥的待遇募兵，战后的日本国民啊，因为经历了和平的洗礼，他们相信不需要进行军事扩张，日本也同样有发展的出路，所以募不到太多的兵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竟然还有国家是没有军队的。没有军队的国家要怎么保卫国家呢？其实有些平时没有军队的国家，他们会在战争的时候成立军队来保卫国土。例如列支敦士登，他们从1866年宣布独立以来，就一直保持中立。后来在1868年的时候废除了军队，不过根据他们的宪法规定，紧急情况下，列支敦士登每个60岁以下有持械能力的公民都有义务保卫祖国。不管是上面哪一个国家，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他们不管国家的情势如何，随时都有充足的兵源，大家拿起武器就可以冲出门。那我们反过来看台湾呢？没有人想到俄乌会发生战争，也是在发生了之后，大家才意识到，在21世纪的现在，不是不可能发生战争，两岸也不是不可能一战。延长兵役的政策引发了各界的讨论，而对于我们来说，只能做出最坏的打算，但是最好的准备。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已经连续第3年，把围绕台湾的两岸危机列为两岸冲突中最高级别。而民国94年出生、未来即将入伍1年的高中生，他就在受访的时候提到，役期的恢复不是为了要打仗，而是为了要确保和平。相信国民期望的不只是除草、扫地和擦枪的士兵，而是在改革之后能够真正锻炼实力、保护国家的国军。Chin the News， 我是 Cindy 吕。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，也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或追踪我的粉丝团，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